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从地球收集能量的外星平台。在20世纪70年代呢，美苏在多个领域呢展开了冷战，其中一些对抗呢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古巴导弹危机和亚洲的代理人战争。而另一些冲突呢，则不那么明显了，他们还展开了一种新型的战争呢，叫做心灵战。当时的中央情报局以及招募和训练那些具有天生遥感能力的人。遥感呢，指的就是将你的意识投射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有一位遥感者呢，偶然之间就发现了来自于阿拉斯加的哈茨山。哈茨山呢，位于荒无人烟的地方，周围几英里内都没有任何文明的迹象。但是某种东西呢，却将他吸引到了这座山。随后呢，他看到了哈茨山内隐藏着一个未知的基地。紧接着呢，他就发现基地内并非是人类所见，有多个消息来源证实了这个基地的存在。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当时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创建了高度机密的项目，专注于 ESP， 也就是超感官知觉的研究。他们致力于发展心灵间谍活动。一个熟练的遥感者呢，将是完美的间谍嘛，他们可以去任何的地方，看到任何的东西，完全不被察觉。遥感呢，就意味着国家机密的终结，甚至呢，所有的秘密都将终结。但是遥感最初并不是一个军事项目，而是一个研究项目。在1972年呢，两位科学家哈尔普托夫和拉塞尔，他们在斯坦福研究所就启动了一个名叫 ESP 的项目。随后呢，他们开始寻找一些志愿者，并遇到了英格斯旺。英格斯旺呢，是一个伟大的心灵感应者。普托夫呢，对此表示怀疑的态度，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测试嘛。团队拥有一台大型的磁力计，可以测试磁场的微小变化。而英格斯旺根本就不知道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尽管他被埋在了30英尺厚的混凝土下呢，他仍然能够看到设备内并描述它。他甚至还能够绘制磁力计的读数，并影响这些读数。这既是好事的，也是坏事。好事呢，就是英格斯旺证明了他的能力嘛。但坏的事情就是这台磁力计的用途呢，是监测苏联的核试验的，而影响读数触发了实验室的警报。这个实验呢，几乎让他们被斯坦福差点被赶出去。然而呢，这个实验就引起了 CIA 的注意。他们并不关心英格斯旺能否移动指针，而是关心他能够透过30英尺厚的混凝土和超导屏幕居然看到内部。这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机会。于是 CIA 就悄悄地资助了 ESP 研究，并让他们专注于遥感。英格斯旺呢，因此也被称为是遥感技术之父。那最初的实验大多都取得了成功。英格斯旺能够识别蜜蜂信封中的图像，他能够将意识投射到不同的地方，并看到隐藏的物体。但这并没有帮助过 CIA 他们需要他看到的是特定的地点，比如说苏联的地点。于是呢，英格斯旺的团队呢就创建了扫描器。这个扫描器呢，就是通过坐标进行遥感。具体的操作就是你给遥感者一组经纬度坐标嘛，不提供任何的信息，而英格斯旺呢就能够以惊人的准确度呢看到坐标处的情况。那顺便说一句呢，英格斯旺还遥感了月球。之前宇哥也讲过嘛，在月球上呢，他看到了非常惊人的发现，而且记录显示呢，他是唯一一个遥感去过月球的人。没有看过呢，可以点击宇哥的头像进去翻找。那不久之后呢，另一位心灵遥感者呢加入了该项目，他的名字叫帕特普莱斯。帕特是一名退休的警察局长，他是英格斯旺的良好搭档。而这个帕特呢，曾经用他的心灵感应能力曾经破获过几起大案。当时呢，帕特就认为这是直觉和预感而已。通常这些直觉呢都很正确。退休之后呢，他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研究这项能力，意识到他的天赋不仅仅是直觉了。而帕特普莱斯呢，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遥感心灵感应者之一。所以 CIA 想测试他们两个人而帕特和英哥呢都被给予了坐标并进行遥感。除了提供坐标的 CIA 分析师之外呢，没有人知道这些坐标对应的是什么地点，而且把他们两个人是分开房间进行的。当时呢，英格斯旺和帕特呢都绘制了相似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图画，他们看到了某种设施的布局，说它看起来像是高科技的。他们描述了一个大型的雷达天线，一个警卫室、卷帘门、吉普车。他们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军事设施。帕特普莱斯甚至能够阅读现场的文件，而这些呢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帕特呢看到了一个标有操作池的柜子，里面呢有绿色的文件夹，名为 HUBA、BOBO 等各种神秘的文件。于是呢，团队将这个分析结果给了分析师，并询问他们准确性。当时这个分析师就说抱歉，这些草图呢毫无意义，我给你们的呢是我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小屋的坐标。当时呢，整个 SRI 团队呢感到失望和困惑，为什么同时两个人都可能错了呢？却看到了相似的东西呢？
于是他们就派人去了当时的那个坐标的地点，他们确实找到了小屋，但是在离小屋几百英尺的地方呢，他们也看到了别的东西。英格斯旺和帕特普莱斯呢，都被给予的坐标是 CIA 分析师在西弗吉尼亚州唐树林的度假屋，但是当他们遥感这个位置时候，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小屋，而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军事设施。那提供坐标的 CIA 分析师呢，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小屋的附近的山脊上是有一个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站的，所以这个帕特和英哥呢，都认为这是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通常都被要求查看这些地点嘛。而这个目标呢，又是美国最高机密的监听设施之一，它就是专门测试从上空飞过的苏联卫星啊，从他们的卫星之中捕获信息的。但是作为各种传输的监听站呢，事实上唐树林是位于国家无线电静默地区的，该地区呢覆盖了整个弗吉尼亚州以及马里兰州，范围呢大概是13000平方英里的一个范围。那里呢是不允许任何无线电信号，如果你有打开收音机，你会被拜访、罚款，甚至可能入狱，甚至某些区域都不允许使用微波炉和 WiFi 信号。所以帕特普莱斯和英格斯旺呢都是对的，他们从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3000英里的地方详细描述了这个设施。所以呢，你以为他们描述对了就会发生一场很大的庆祝吗？并没有。而美国所有的联邦执法机构呢，居然都拜访了他们的 SRI，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些疯狂的 CIA 心灵感应承包商呢，在监视国家安全局设置的这些设备呢。而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个设备中的 HUBA 项目和 BOBO 呢，都是高度机密的，甚至项目名称都是绝密的，根本没有人知道。所以国家安全局就非常愤怒，在所有的机构冷静下来之后呢， SRI 就重新开始投入工作。而这一次呢， CIA 将专注于敌人。其中呢，这个帕特普莱斯呢被给予了坐标进行遥感，他说他看到了一个科幻小说般的起重机，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帕特拿起了尺子笔呢，画出了龙门起重机啊，还有这种起重机呢，专门是用于移动集装箱或者是船只的，它非常的大。帕特说它是他见过最大的起重机了。他看到有人走过呢，起重机的轮子应该是10英尺高，轮子呢是位于铁轨之上的。而 CIA 呢是有一张基于该地点的航拍图的草图的，设施内确实是有一个巨大的龙门起重机，而帕特还看到了一个直径60英尺的巨大钢球。但是 CIA 们说照片里根本就没有显示有这个钢球没有人对此有多想。帕特就说呢，无论苏联人在建造什么呢，他们都从来没能让这个东西正常工作过。所以5年以后呢，美国的情报部门还发现呢，这些钢球还真的是存在，他们是核抑制装置，但从未正常工作过。帕特普莱斯呢再次说对了。此时呢 CIA 将帕特从 SR 调出呢，希望他直接为他们工作。帕特呢被给予了更多位于俄罗斯的坐标。当时呢，他试图去那里的时候呢，他说他被某种东西将他的注意力从目标上拉走了。那是阿拉斯加的某座山，名叫哈茨山，这是出乎意料的。他说那个哈茨山荒凉偏远，周围几英里内是没有道路和文明的，它是位于一片冰冻的荒原之中。帕特就说他什么也没看到。但是后来呢，他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回那座山之后呢，接着帕特将意识投射到山的内部，然后他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东西把他吸引到了那里。他说这个哈茨山内部是有一个巨大的基地的，他看到了某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看到了他不理解的计算机控制台，他看到了这些机器的操纵者。而帕特说他们看起来呢几乎像是人类的生物，但他们很瘦，头很大，正忙于某项工作，就很像是传说中的外星人。接着这个帕特就感到很害怕在山的内部的基地里呢，与外星人一起工作的呢居然是人类，特别是美国军方人员。而在他发现这个事情2天之后呢，帕特当时在拉斯维加斯，当他走过酒店大堂的时候呢，有人撞了他一下，随后呢，帕特就感到腿部剧烈疼痛。第2天呢，帕特就出现了严重的胃痉挛，当晚他就被发现死在酒店的房间里了。而他的尸体呢，很快被移走，居然没有进行尸检，没有指定的犯罪现场，官方的死因给出是心脏病发作。而后呢，这个帕特呢，遗体就被火化了，当年他只有56岁。他们没有通知他的妻子，他的骨灰现在呢被安葬在了北好莱坞的一个无名的墓地里面。而帕特在 CIA 工作了仅仅不到4个月的时间，几年后呢 CIA 的遥感技术呢就被称为真实的火焰，最终呢他被命名为星际之门。在1980年呢，该项目的操作和训练官员呢是斯基普阿特沃特。斯基普呢是一名退役的陆军情报官员负责招募和训练遥感者。有一天呢，这个哈尔普托夫呢带着帕特普莱斯的4份文件就来到了斯基普的办公室，每一份文件都对应着一个不同地点。就是帕特在加入这个 CIA 全职工作之前呢，将这些文件交给了哈尔，
哈尔就告诉这个斯基普说，你可能会想要看看这些。斯基普看了文件之后呢，简直不敢相信。其中一个地点呢，就是阿拉斯加的哈茨山下的秘密外星基地。那另外3个地点呢，是3座不同的山，以及另外3个外星基地。哈尔就说你听说过百慕大三角吧？你就会知道内华达三角，这些呢是飞机、船只和人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地方。所以世界各地呢都有神秘的三角区域。他说日本有龙三角，台湾有福尔摩沙三角，还有阿拉斯加三角。它的3个地点呢，就是东部的朱诺、西部的安克雷奇和北部的巴罗。所以自1988年以来呢，阿拉斯加三角地区呢有16000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呢，每个州每年平均呢每10万人中就有7人失踪。所以马萨诸塞州的失踪人数是最低的，平均每10万人只有2人。而阿拉斯加不仅仅是每年失踪人数最多的州呢，它的失踪人数呢是夏威夷的10倍以上，每10万个人中呢就有超过173人失踪。而且其中大多数失踪呢是发生在阿拉斯加三角地区，荒凉，当地呢是有数千年的传说的，就描述了有些生物呢在这种稀薄的空气之中出现和消失，有时候呢还会带走受害者。那阿拉斯加的地质呢也是非常奇怪的，它遍布了副磁异常区，即是磁场反向运作的地方，这对飞机和 GPS 任何导航系统来说呢都是噩梦。而阿拉斯加的三角中心呢是磁场异常最严重的地方，正是哈茨山。而哈茨山呢也是一个 UFO 热点地区，最近几周呢有人目击到不明飞行物呢就在这个山顶盘旋，然后呢以不可能的速度编队飞行。有报告就称呢物体消失在山的一侧，不是通过门，而是穿过坚硬的岩石。所以有一种理论就认为呢，哈茨山周围的磁干扰呢是允许航天器进出的是一个门户而已。而哈茨山呢正是帕特普莱斯所说的那4座藏有秘密外星基地的山之一。其他的3座山呢，分别是西班牙的普罗德托山、津巴布韦的因丹加尼山和澳大利亚的提尔山。而帕特将这些消息都交给了哈尔普托夫，普托夫随后呢就将其交给了斯普基。那这一次呢，斯普基与另外一位极具天赋的遥感者约瑟夫·麦克蒙纳格尔呢合作，他是遥感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陆军和 CIA 呢也进行了数千次的遥感任务了。他还帮助公司找到了石油和贵金属，协助了执法部门寻找失踪人员。如果有人能够证实帕特普莱斯的发现呢，那一定就是他了。于是这个斯基普就给了这个约瑟夫4组坐标，仅此而已，没有透露任何其他的信息，只有数字。约瑟夫不仅看到了外星基地，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于是呢，在1982年的7月呢，这个测试项目就开始了，它被命名为80200。斯基普调暗了采访室的灯光，坐了下来。约瑟夫呢，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准备好了纸和笔。他不知道他要遥感的是什么。他们说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如果遥感者提前知道了关于地点的任何信息就可能会破坏整个过程。即使是小的细节呢，也会分散遥感者的注意力。细节越少，越能够避免产生的预期，从而减少误报嘛。例如，你不能说遥感的这个保龄球馆怎么样，因为遥感者可能会就开始看到了球滚动或者瓶子倒下，那是他们真的看到了，还是他们期望在保龄球馆看到的东西呢？还是他们想象的呢？唯一能够确保遥感者看到正确地点的方法，就是只给他们提供坐标，什么都不说。这个时候呢，斯基普就拿出了一个秘密的信封，里面他读出了一系列的数字，就是坐标嘛，北纬63度39分，西经146度45分。约瑟夫不知道这到底要看什么，但是斯基普知道这是哈茨山。于是呢，约瑟夫放松下来闭上眼睛，将意识投射到了这些坐标之上。当图像浮现在他的脑海的时候呢，他就将它们草图开始画在纸上了。他说他画了一大堆的水、陆地、冰，这些都是一般的东西通常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区。他画了山脉，这是一条延伸数千英里的山脉。然后呢，他还在一个目标地点画了一个 X。约瑟夫就相信呢，目标就是位于这条山脉的深处。是时候呢，让约瑟夫进入山脉内部。于是他感知到了管道、大量的电子设备和一种强大的感觉，他们在使用大量的电力能量，这是一种非常低频的感觉。他说还有一个巨大的地面网络农场在使用非常大的电力，并从微型的核电站引出线路，仿佛是一个电力单元。其他的管道呢都埋在地下，他们是线圈管道。约瑟夫就说他看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以至于他很难用言语来描述。他说这就很像是一个土著人试着描述一台汽车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他说他们没有螺丝、螺栓、玻璃、金属等任何词汇，这就是约瑟夫所感觉到的。他说他们的技术呢，
远远地超越了我们所能理解的一个范围。但约瑟夫他看到了基地在一个大型的圆顶之下，那个圆顶呢是有一个发射器的最上面，向太空发射一些巨大的能量。那接下来呢，约瑟夫被告知关于澳大利亚的坐标，他在地面上唯一的入口呢，他说居然是一个洞穴，黑色的门，光滑的混凝土圆顶，像是某种储存地点。于是他说他在里面看到了各种资源、各种线圈、电子设备和蒸汽箱。在山下呢，约瑟夫看到了另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设备，然后他看到了熟悉的东西，他说可以看到所有的指挥和控制中心的景象。于是这个约瑟夫就描述了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后来呢，其他的远程观察者描述控制台和屏幕，听起来呢，这里就很像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一个参考。他还提到了看守人员，他说我对这个目标呢有一种非常邪恶的感觉。接下来呢，约瑟夫就遥视了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脉普罗迪托山。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了这里冰冷的羊和天然的洞穴、悬崖和岩石。而普罗迪托山呢确实是有悬崖，岩石也是灰色的，到处都是羊。而约瑟夫呢还草绘了设施的布局，像蜘蛛网一样的互联点以及压力继电器。他说他们按下它呢可以捕捉到某些东西并释放它。这个高频的继电器也是我们开始了解到的这些设施呢像蜘蛛网一样连接的地方。他说一串珠子在天空之中盘旋。约瑟夫还看到了设施正在建设之中。他说施工呢大约是发生在2到2年半之前。他看到了外星人在现场，但它是由人类建造的，因为他看到了直升机呢在非常崎岖的山脉运输大小的箱子，所以呢是有人类参与的。这与帕特普莱斯在设施中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于是他还看到了说人类军事人员呢在与外星生物一起工作，就像是海斯山那样。约瑟夫他还看到了一个发射器向太空中发射能量。换句话说呢，他说他被某种发射器瞄准了，好像那就是一个接收器，它是仿佛有一根绳子电缆呢延伸到了悬崖和岩石之中的一个特定位置。在悬崖和岩石之中呢，就像是一个控制箱和一个电源包，而且是有一个碟状的一个物质，里面是有一个小尖刺的，那是一个非常高频的仪表，位于极高的山顶或山脉之上。约瑟夫还感觉到说这个位置呢也涉及到了传输和接收能量的信息。那最后一个让他观察的山呢是津巴布韦的这个伊扬加山。约瑟夫就看到了一个单一的山，附近呢是有丛林，他看到了有电子设备和黑箱，他感觉到了指挥、控制和通信的概念。但现在呢一切都汇聚在了一起。他说这里的指挥中心是相连的。约瑟夫就说他们这里也是像蜘蛛网一样，但是这里是处于休眠的状态，但他们都已经被安装好了。他得到的印象就是蜘蛛还没有转动它的整个蜘蛛网，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会在任何的地方引起震动。那会议结束之后呢，约瑟夫就试图解释他所说的蜘蛛网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无法理解了，这真的超出了他所理解的范围。他说我所做的只是传输某些东西，我得到了一种压倒性的感觉。他说你知道3大山脉的基地呢都是指挥、控制和通信中心，这些位置呢都在传输着什么。那这些东西传到哪里呢？约瑟夫在带回意识后试图解释他所看到和写下的东西。他说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太空的平台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它是非常古老的，而这个太空平台呢是位于一个永久固定的位置，它没有绕地球旋转，它就像是用一根绳子固定在地球上而从不移动，它是固定的。而这些基地呢不仅在山区也在海底，因为他说我在海底也有计时的错觉，有发现一些基地。甚至斯基普还有另外一个通灵者呢，他也声称与这些基地中心的生物心灵感应有交流过。而这些遥感者们就问这些外星人，你们怎么看待人类呢？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看人类呢就像你们看一群鸟一样，我们中呢有一些对你们感兴趣，但是地球上的大多数外星人呢并不把我们看作是比其他的动物更特别的东西。外星人就觉得虽然我们比其他动物更聪明一点，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只是他们动物园里的动物，一群拥有核武器的动物而已。唯一外星人会介入我们的事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试图做一些伤害地球的事情的时候。外星人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是否在这里，因为他们呢不会让我们伤害地球的，因为地球呢是为他们提供资源的地方。而山区里面的4个外星基地呢，加上海洋中的基地正在从地球的某些东西中创造能量，而这种能量呢被收集集中发送到了太空中的一个轨道平台之中。那里到底有什么呢？没人知道。而几年后呢，英戈斯旺就训练了更多的远程观察者使用坐标远程观察。比如说观察者比尔雷呢得到了他的第一组坐标，
他描述了一个寒冷气候的空心山海斯山，比尔就看到了电子监控设备和金属船，它们非常的快。比尔描述了那些瘦子，情感冷漠，行为像被编程的机器人。比尔就觉得呢，他们根本就不像地球人。远程观察者保罗·史密斯呢，也看到了一个寒冷、风吹、荒凉的地区，那里面呢有一组结构字在里面。他看到了一些操作人员，他们似乎很有规律和压抑。他还看到了盒子状的电子设备和地下运行的电缆。那这些远程观察者们啊，都看到了相同的事情，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一个内部充满电子设备的基地。最后总结呢，就是这个项目呢确认了4个地下地点的存在，而几位观察者呢都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有外星人存在。而项目80200呢还确认了这些地点是故意被隐藏起来的。所以这些观察者还说啊，这些地点是有时候被占用，有时候呢又是停滞的。他们呢是将这些信息和能量呢都汇集在一起，发送到了太空中的一个物体。最后呢，约瑟夫补充就说呢，也有一些基地呢是位于深海之中的。但是他们所说的这一切有多少是真的呢？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视角和现有的信念。如果你相信超感官知觉 ESP 呢，那么这个故事就完全说得通。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就当一个疯狂的故事听听就好嘛。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啊，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